位同学，大家好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一看语言学习的策略。这里呢，这个网站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网站。这个网站是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有一个 Carla 这个中心 ，Carla 就是 Center for Advanced Research on Language Acquisition， 是一个语言习得的一个研究中心。他们所做的一个网站，在这个网站上面有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就是 Professor Andrew Cohen 跟他的团队所做的语言学习的策略。那么这个是原来为了很多同学要到国外去学习外国的语言跟文化，在出国以前，我们要先测测自己的学习策略，以便于自己到了国外去的时候，到了一个新的文化、新的社会，你是怎么样学习他们的语言？你是有什么特别的语言学习的策略？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来测验一下。那么基本上呢，我们要了解一下自己的语言学习，就可以帮助你知道还有哪一些的学习的方式是你不常用的。基本上就是你用的策略越多，对你越有利。有的人是很喜欢要用看的，有的人喜欢一定要用听的，有的人呢喜欢一定要用做的，要实做的。所以呢，如果说这个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没有写黑板，或者是没有用任何的PPT， 或者是任何的看得见的东西，那你会觉得我都没有学会。那同样的，有的人是要用听的，所以他不喜欢看书，他喜欢去听一场好的演讲。那有的人呢是喜欢用做的，也就是我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，如果给你一个project 一个特别要做的实做的任务，让你去完成，那么你会学习的特别好。或者让你亲自去买一个东西实际去用到，或者做一个小实验等等，这都会让你学习的兴趣盎然，永远不会忘记。所以基本上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11项的学习的策略。第一项当然就是你如何用你的4道：眼道、口道、心道、手道这我们以前就说过，4道是非常要紧的。你用的4道之一越多，那当然你的学习就越能够全面。第二呢，就是动跟静。有的同学他很喜欢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有许许多的活动，让他觉得整个人都是活起来的。可是有的人呢，喜欢老师讲解文法，他喜欢自己阅读这里课文的内容，所以有的是动态，有的是静态，你两边都要顾到。第3种，所谓的梦想与现实。有的人在学习语言的时候，他会不断的去想象说，那还有什么新的情境我可以使用语言的所以他会不断的去想，我怎么样将这个用到新的这个语言的情境里面去。可是有的人呢，很喜欢把现在已经教的东西要完全学会，所以不要想未来，我先把目前的事情顾好再说。所以他喜欢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，不想未来，只将现代所交代的每一个课文、每一个词汇、每一个句法做好。第4种就是成品与过程。有的人很在乎的就是我学习语言之后，那么我的听说读写各样的表现是不是能够达到一样的水准，某一种标准。那有的人在乎的是，我不在乎我能够达到什么样子的程度，我只在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经历是什么，我从当中学习到什么样的不同的故事，不同的人生经验。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在学习语言跟文化的过程里面，你注重的是什么。第5就是有的人在学习语言的时候，或者是文化，很注重的是请老师给我3个重点，这课到底1、2、3是什么，把那个整的大的一个图像展示出来。那些细节他是不重视的。可是有的人呢，在每一个大原则出来了以后，每一个文法的细节，这个词汇的同义反义，他要
搞得清清楚楚才可以。所以这里是有2种不同的。那当然了，如果你注重的是重点，那有的时候你可能挂一漏万。但是如果你太重细节，有的时候你见树不见林。第6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有的人在学习语言的时候喜欢整体的合成的方式。换言之，一个课程出来了之后，那么我希望听说读写各式各样的东西，文法词汇什么都能够包在一起。但是另外一种人呢，是觉得不都包在一起混在一起，我没有办法像一个海绵一样全盘吸收。有的人是希望将这个每一个细节、发音、词汇、句法这个语义、语用分得清清楚楚，要用分析式的把它一个一个砖头分开来。他不喜欢把它先放在一起，他要一个一个分开了以后，最后再把它包在一起。那第7个就是，当你在学习语言的时候，背诵是不可免的，背诵绝对是不可免的。我有一些学印尼语的同学说：“老师，我不想背诵。”对不起，不背诵，那么你就没有词汇。那么词汇呢，其实是一个语言的肉身体上的肉一样。你徒有骨架，就是语言的结构或者是它的文法，你有它的句型，但是你没有词汇，对不起，你只是一个这个像是一个没有肉的，只有骨头的人。所以背诵是不可免的，尤其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在学习语言的初期，更是会用所谓的合成的这个所谓的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事先合成的这种语言结构。你要先背诵了以后，你才可以很快的朗朗上口。那在背诵的过程当中呢，你要背诵它，怎么样才能够记得下来呢？其中一种叫做同中求异，就是你会看到各式各样它相同的之处，相同的之处你觉得还不够。如果有很多的词汇是同义词，你还希望知道它的不同之处所以你背诵的时候是看它的相同之处，但是你还要注重它的分歧之处。譬如说同义词就是要这样子学习。那还有呢，异中求同，有时候你看到了这里一个词，那里一个词，各式各样的词，哇，那你要想到我这些词有什么共同之处？它们都是表示，譬如说是请这个意思。那表示请的时候，这种不同的请的这个词汇，它共同之处在哪里所以这是所谓的同中求异与异中求同，这2种方式都有人用来学习。第8就是演绎与归纳，特别是用在文法的这个学习上面。有的人在学习文法的时候，他喜欢老师先把文法的规则讲出来，讲出来之后，那么这时候有许多的练习，他来验证一下这些个例子跟老师说的这个文法合不合。另外一种呢是说，老师不要讲文法，请给我许多的例子。给了很多例子之后，我突然看见这些个例子有什么共同之处，它的文法规则是什么？学生自己会根据这些例子把文法给产生出来。所以这也是有2种不同的学习方式。那么第9类呢，就是有的人是要老师将语言分门别类的把它分好类，一份一份的让学生来学习。那么还有的同学呢，是不喜欢这种零碎的分类的，是喜欢给你整体的一个对话，从对话当中是先看到整体的全貌，然后再把它拆开来。第10，当我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，有的人他的等待的时间比较长，他可以老师问一个问题，他可以等了好久之后想通了再回答。可是有的人呢，他等待的时间很短，老师问了一个问题之后，他会迫不及待的就要回答。所以这里有2类，一种叫做坐而言不如起而行那常常有的人是回答得很快，那当然有的时候回答得很快可能就错了，但是错了这些同学不怕错，错没有关系，答错了我再答一次，答了几次总算有答对的时候这是一种。另外还有一种呢，叫做谋定而后动，这样的学生呢是比较谨慎小心，不随便答。但常常这不随便答呢，
机会会错过，因为人与人互动的时候，那个时间点呢很快，一下子时间错过了，那老师会以为说，哦，你大概是不会回答吧？那我们跳到下一个同学去。最后就是学习语言的时候，有的人很会举一反三啊，那有的人呢不喜欢举一反三，他喜欢实事求是啊，也就是先把我会的东西学会。那么另外一种是我会了一个，我马上就想到了其他的东西，我不见得其他的东西都能够准确的回答，但是我的脑子动得很快，想到别的东西。所以刚才老师所讲的这11种不同的学习方法，它的细节呢，在我们的这个 PPT 里面啊，同学们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啊。那么老师用了很多的比喻啊，譬如说有的人学习语言是属于山水画、泼墨画，有的人呢是学习语言的时候用的是工笔画。你懂老师的意思吗？如果你是属于山水画、泼墨画的，那么你比较随性，而且呢不注重细节，但是呢你很快的就能够掌握跟人际互动。虽然里面有小瑕疵，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不对？你只要看到了全貌，那个美丽就够了，其他的细节不用去管它。这是一种学习的模式。另外一种模式呢，就是工笔画，也就是每一个细节你非常的注意，你不喜欢犯错，因为你担心你犯错了以后要花好多双倍的时间把它改回来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山水画、工笔画各有各的优点，谁比较好，哪一种画比较漂亮呢？各有各的欣赏的这个欣赏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刚才老师所说的这11种不同的学习的模式大家也可以看这本书。这本书呢，就是老师刚才所说的，是由 Andrew Cohen 跟他的几位同事联合做出来的。帮助同学在到国外去学习的时候，可以先测一测自己的语言学习的策略，以便于帮助你。你用的策略越多，你越能容忍这个不同的策略，那你学习的成功率就越高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讨论一下，同学们，你学习外语的时候常常使用什么策略呢？我记得我自己在国中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的策略是我喜欢用归纳法。那所以我作为一个老师，我就要注意，我是喜欢归纳法的，我一定要常常注意演绎法同学的需求，所以我常常会要将这个文法先说出来，然后再给例子。那有的时候呢，我会以自己的喜好先用很多的例子，再归纳文法。所以总而言之，就是你要用各式各样的学习机制，无论你是做老师也好，你是学生也好，你的策略越多，你成功的几率越大。